2024年夏天，小麦还有肚子呢。第一场什么成绩？3小时14。然后第二场，我想想好像是2小时52分多，对吗？对，2小时52。我们今年一起参加了悉尼马拉松，你们猜他跑了多少？来，亲自告诉大家。2小时40分58秒。基本上平均都是在500多公里，然后多多的话是像这次台北马前那1个月，我到了600多公里。600多公里，身体的疼痛跟损伤，都是进步的一环。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不瞒大家说，我是没有办法赤脚不穿拖鞋站在地板上的走路，每一脚的脚掌都是特别痛的。因为我都也是习惯性的做很多的碳水超补嘛。然后像赛前的那一天，我们中午吃了披萨，对，意大利面，对，然后晚上的话吃了肉燥饭，然后又吃了阳春面，然后都是2碗大碗的肉燥饭加1碗阳春面，说可能吃太多了，没有试过全程都顶到那么高兴。那一天就想着前面180、179，对呀，有点太高了。今天我们还打了一手血，这是他的哦，这个是 Meta Speed Ray Tokyo， 就绝对速度能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给大家介绍小麦的另外一层身份，小麦是哪个学科的博士？我是微生物相关的博士。生物相关的博士。小伙伴们看，我们请来了谁？小麦慢慢跑。对，大家好，我是小麦慢慢跑的小麦。我们现在在高雄的街角的咖啡馆。今天是台北马拉松之后的第4天，我们早上起来跑了差不多不到20公里的样子，上了山，然后看了海，过了桥。怎么样，累不累？我不累。大家应该常看节目的，总听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位王先生，对，我一直叫他王先生，我觉得是特神奇的一位跑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从前年12月，23年的12月。2023年的12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24年的夏天。对，8月。2024年夏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小麦还有肚子呢，对，还有点肉呢。那时候跑过比赛了吗？那时候没有跑过马拉松比赛，对，但是跑过一场半马，然后跑过一场12.5公里，就这样。首马是10月底的，当年10月底的一个长荣航空马拉松。长荣航空马拉松，对，是在台北。第一场什么成绩？3小时14。3小时14，第一场3小时14了。然后第二场就是去年的台北马拉松，就破3了。我想想，好像是2小时52分多，对吗？对，2小时52。第二场之后，他的成绩就一直让人特别不可思议。我们今年一起参加了悉尼马拉松，悉尼马拉松整体的累计爬升将近300米，300多，而且大风，而且还是跨大洲的参赛。虽然时差不长，但是很辛苦，因为悉尼起跑很早。你们猜他跑了多少？来，亲自告诉大家。我那次是我的 PB， 2小时40分58秒。2小时40分58秒啊，在那个赛道上，而且如果你知道是2小时40分58秒，不知道，就如果知道的话，就有可能跑进。其实当时我在半程的时候算了一下，我就觉得可能后半程如果要加到2小时40以内的那个完赛成绩的话，可能我的身体会受不了。对，所以其实试图加，但加了一下而已，就是其实就没有想说特别去一定要跑到2小时40以内了因为已经胸有成竹了。所以大家在节目里有时候听我提王先生就会问说，或者我们就叫小麦啊，听我提到小麦的时候就说，哎，他是怎么练的？而且我老拿他跟大家举例子，我说马拉松这个事情是个吃苦的事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均1个月跑多少公里吗？基本上像赛季训练的时候，基本上平均都是在500多公里，然后多的话是像这次台北马前那1个月，我到了600多公里。600多公里，对，而且他跑得很快对，平时比较快一点。平时的训练大概是怎么构成的？基本上如果我是以周来算的，然后像周末的话就是2个长距离，这个先抛开，等一下再说。OK。对，然后基本上周一或者是周五的话就是恢复跑。然后恢复跑的话，大概就是跑8公里到10几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看自己腿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速度，以博哥来讲，也就是跟我说的也不慢，对，因为那个大家都是在5分多，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然后如果是到
像平时的轻松跑，我认为是轻松跑的那个距离的话，那可能就是在20几公里。对，都是对我而言，我没有所谓的真的很长的长距离吧。对，就是平时都是长距离了，平时都是在25、23这样子，但是那个速度会比较快。如果是轻松跑的话，我会要抓心率的区间去跑。但是对我而言的话，心率区间可能就是从5分开始，然后呢慢慢加，渐加速，最后可能会加到4分、3分50，然后或者是接近我想要的马配，在1-2公里，然后再结束，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那强度课也有。像是周3就是我固定强度课的日子，但是其实我现在强度课基本只跑了2公里的长间歇，对，2公里长间歇，然后大概是跑3趟到4趟，3趟4趟，对，然后配速的话大概就是在3分30左右，3分30左右，间隔多少？中间间隔就缓跑500米，500米，对，缓跑500米，看当时心率状况跟体感状况就缓跑。OK，所以它的训练量很大，但是这我觉得也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因为很少有人能上来1年跑500-600一个月不受伤的。有过受伤吗？就是万金石之后有一次，就是那个可能那真是疲劳太严重了，然后我也完全没管它，就继续出差了之后也是跑长距离，然后也是跑速度比较快，然后那时候就直接那个掐筋束直接出问题了，然后后来1个多月吧，基本上没有办法跑超过5-6公里的。对，然后后来也是做一些肌肉的调整、放松等等就好了，对，然后就恢复训练。现在身体的最主要的伤病集中在哪？现在主要的伤病其实是集中在那个胫骨后侧跟小腿前面这中间的那条缝那边会有一些，跑步刚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但是其实跑起来之后就还好了。然后刚才医生这边其实看主要就是一些可能是胫骨膜炎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那个叫什么，就是算是因为过度训练造成的一些损伤或是增生。OK， 是的，所以其实没有人是一直都能特舒服的练下来的。对，我跟他比，当然我现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还是我所说的那个话，不同时期不同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训练的选择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就像我们2个交流，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时候也这样，大家可以翻差不多我2020年到2021年左右的节目，我每天也跑得很快，那时候每个月500公里，整个月的平均配速大概4分10几，这也是慢不下来的。这个特别正常，但是我的观点是，每个人总要有这么一个阶段。对，如果你想跑成别人口中的大神的话，是一定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的。如果你一直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阶段，说明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还没到，或者没练到。就是我觉得身体的疼痛跟损伤，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身体的疼痛跟损伤，都是进步的一环。都是进步的。像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练的就已经是从300公里、400公里一下子就到500公里，然后甚至570公里，接近600公里。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不瞒大家说，我是没有办法赤脚不穿拖鞋站在地板上的走路，每一脚的脚掌都是特别痛的，特别疼，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但是呢，只要穿上鞋子，然后只要有一些缓冲，就又可以跑步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我就会认为，那应该说我还能跑，我还没有到真正伤到不能跑步的一个状况，只是疼而已。对，然后也没有说你越跑越痛，越跑越疼，说导致不能有运动伤害。对，所以那我就认为那个损伤只是还能恢复的一个阶段。对，那我就会继续忍受着、坚持着，然后继续跑。就像我现在胫骨后侧的这个损伤一样，它一样了。医生也跟我说，这是属于是过度训练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跑起来之后，可能过了5公里、10公里之后，其实就没有感觉了。像我这次全马也是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不管是因为肾上腺素或者是肌肉热开等等的。对，出来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那以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它只是一个过渡。对，那只要把训练量降下来，训练强度降下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伤痛很快就会恢复了。那当恢复之后，我的状态跟我的实际上的一个表现就会又完全不一样，会完全上一个台阶。这是我在最近的这段时间的训练里面很明显的感觉跟差别。所以就是疼痛之后就变强了，或者累了之后就变强了。但是咱们不是在
宣扬这种对所谓别人口中的过度训练，但是只是想跟大家说，就是马拉松，很多人说，就大家有一个错觉，现在很多人破3了，对不对？说不破3好像都不好意思说那种感觉，会有很多圈子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也不对，因为马拉松能跑进3小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像跑全马就很了不起了。对，你能跑起来就是个很了不起的事儿。像你看我们2个跑2小时40左右，虽然你在就是你看为什么我现在很少在提这个所谓的2小时40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你提了以后有人说，你看你这不算什么，人家都国1，人家都2小时20，人家跑步1-2年2小时14、2小时15、2小时16，但是第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我们跑到2小时50以内或者2小时40左右甚至以内的人，互相之间是从来不比较的。为什么不比较？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做到了自己能力的上限，只不过我的上限可能是现在是238，未来有可能是236、235， 235，像小麦可能现在是240，也许很快他就是238或者237，但是可能有的人也是付出了他能力的上限，人家是24、214、215、216，或者是22、222、231国1，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不容易，而那些天天就说这种话的人，反而是没有付出努力的。那我们来谈一谈这次的台北马。这次台北马从成绩上来说，跑不好。小白没跑好，对，2小时44，2小时44。所以说244，坦率的讲，单纯从成绩来说，对他来说是不满意的，因为确实在赛前我们所有人都说明天他就是新晋的240选手，100%是。因为在悉尼那个条件跑240哦，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还没尽全力呢，还没尽全力，对。那时候他有去看我，在38公里处的地方，我是整个很嗨的那个状态，然后很显摆的状态，就是那个完全没有掉速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这很享受比赛的一个状况下冲过38、40公里的。对，所以今天借着这场比赛，可以跟大家我们简单的复盘一下，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对，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的经验，当然是这一年对我来说，我觉得帮助最大的是不那么紧张了。不把比赛太当回事情。那也许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天地，像前2天节目跟大家分享。但是对于小麦这边，其实我觉得有好多特别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和话题，就是坦率讲，赛前那天我们见过面之后，回到酒店，我跟家属私下聊，我就说，因为当面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没有说那么的直接。我说他这个状态特别像我2024年的神户马拉松之前，就我跑的也不能说一塌糊涂，成绩还不错，但是体验非常差的那场比赛之前，就是感觉一切都不行了，就是一切都在那毫厘之间，一点点都不能差。对，我觉得这个状态首先可能，当然这不是不对，每个人就像我刚才说。小麦的那个500-600公里1个月那么训练，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个过程，这是必经的一部分。我相信，就我没有请教过会长，但是我可能有机会我要请教他一下，专业运动员是不是也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会，我觉得人之常情，对吧？习惯性要跑快一点，那个才有那个感觉，对，才有训练到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避免的，或者说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努力训练是挂钩的。你练得那么努力那么辛苦，那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失败的。这就像你高考一样，你说越是好学生，你越听说那个最后突然一下子出了什么问题的情况，对不对？这很正常。所以这个没关系，我们就从其他的角度，比方说这次小麦体验了一次好像就是补给有一些小问题的，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一场比赛其实跟以往的比赛刚开始的时候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像以往的比赛，其实我都会吃完之后就会觉得肚子算是有东西，但是没有到饿，也没有到饱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出发，所以肠胃的感觉是不会有很明显的。
但是这一场其实我在起跑的时候3-4公里就跟博哥说，哎，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有点饿了？现在起跑前我好像就有跟您说一下啊，对，我怎么会觉得好像还没开始跑我就觉得饿了？对，但我该吃的，然后该准备的其实都准备了。对，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肠胃就已经有点奇怪的感觉了。那我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把补给的部分已经往前提了。我其实到4-5公里，我看第5公里吃了第一个，我就已经吃了第一根胶了。然后看看后面跑了5公里，后来到7公里、8公里，好像又开始饿了。因为其实我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空腹在训练嘛，大概知道就是如果肚子饿了的状况下，可能血糖也好或怎样也好，可能会供应不上，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担心了。就是心里已经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挂念在那边，然后赶快，我到10公里不到，我又拿了一根胶，我又吃了一根胶，对，然后那个时候，哎，好了，好像就有没有这个饥饿的状况了，等等的，就是开始，那就顺顺的跑，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发现，是补给了，然后没有这个状况了，但是呢，心率又过高了，对，心率到了多少那时候心率其实没爬坡前我就已经有1-2公里到180几了。183，那以我平时训练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个配速理应该是在173左右的心率，170到174的心率，已经比我平时训练的那个配速的心率要高了10，所以那时候就心里又慌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跟博哥说，我可能会慢一点。对，我现在稍微调整几公里。我打断你一下，其实当时我也挺艰难，我隐约听见他说了，但是我没确定他是这么说的。就我其实我大概没确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边上挺混乱嘈杂的，对，所以后来呢，我一直还在给这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在最前面，我还每公里还报一下时，对，直到我有一次回头看，哎，没有你了，因为有一位先生也穿黄颜色的背心，我把他当成你了啊，我突然回头要跟他说，一看，哎，不是你，然后我就开始担心了，对，而且我听他就是前10公里。总在有有打嗝、有胀气的情况，对，这就是糖的消化。赛前那天吃的怎么样？赛前那天其实吃挺多的，然后因为我都也是习惯性的做很多的碳水超补嘛，然后像赛前的那一天，我们中午吃了披萨，对，意大利面，对，然后晚上的话吃了肉燥饭，然后又吃了阳春面，然后都是2碗大碗的肉燥饭加1碗阳春面。对，然后后来博哥跟我说，可能吃太多了，让肠胃的消化就是等于是肠胃过度的那时候在使用了负担了，然后导致可能第2天的这个肠胃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这个碳水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果胶的这个吸收了。对，这边叫果胶，就是能量胶。对，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好多不一样，比方说像咱们有人就说公斤，因为两边的斤也不一样啊，两边的斤不一样，这边都说公斤啊，对，说公斤，就是这也是我这一次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儿，我只是觉得我总跟大家分享说，我好像不太能吃了，消化不动，所以赛前我吃的就不多了。但这次经过小麦这件事儿，我当时比完赛在取包那儿之后，我们就分享，我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赛前2天，你肠胃你平常不吃那么多东西，对你突然一多吃，就像我们这种平常饮食它控制，它饮食控制的更严格，就是吃的不多，你的肠胃得不到训练，这也是普通人跟运动员的区别。运动员的选材就是能吃能睡不长肉，玩命练不受伤，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你说你包括你们看会长赛前那个 vlog 里他吃的那些，这样你让我那么吃一顿，我可能2-3天我都吃不下东西去。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特别害怕赛前的某一天，我吃完饭以后，我发现好像消化能力下降了。我就注定就吃不下去了。我宁肯说少吃一些，我少点能量，我也不要去冒那个风险。像我总跟大家分享，赛前那天至少前一天晚上要少吃，这样第2天早上起来是饿的状态。这样他跟我不一样，他的体感是还饿，对，还饿，对，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可能是肠胃前2天的工作量太大了。到赛场上，因为你本身在高速的比赛中、高压力的比赛中，你的血液流动就会偏向你的肌肉和末端，你肠胃就会被抛弃，被你的功能系统抛弃。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再想有一个快的吸收，而且能量胶其实对肠胃压力比较大。对，它是高渗的。对，而且那种糖本身消化，有的人消化不好的时候就会胀气。是，所以这也是平时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能量胶纳入训练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给大家介绍小麦的另外一层身份，小麦是
哪个学科的博士？哦，我是微生物相关的博士。生物相关的博士，所以更懂这些，应该就是在赛场上的补给。他赛场上吃了很多的，对你这个比赛，你正常的比赛一般吃多少？其实这场比赛跟其他比赛都一样，我的计划其实都是在赛中我会吃7根胶，7根胶啊，吃7根胶，然后赛前出发前会吃1根胶，然后在赛前1个小时左右我会吃1包大的果胶，那等于就是两根胶，所以等于是那一天我就从早上到结束总共会吃9根10根胶，是10根胶，对，而且像这一次比赛，因为我觉得好像前半程消耗太大了，所以我在赛后又拿了3根。然后我又中间吃了3根胶。哇，对，我没拿到，我拿到了20公里的地方，抓了一下没抓起来啊，我拿了3包，对，赶快塞在那个袋子。因为我当时我其实有一点挑战，因为这场比赛就像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一样，一开始我本来想的是5公里我就撤退了，就慢下来了，但是到10公里的时候。但是因为没看到家属，到10公里才慢下，才看到家属。但是到10公里的时候，我感觉他在我边上很艰难，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无所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跑那么快跑多久，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肯定不可能这3分45跑完全程，就我带你240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的是说，我把你领到半马，我觉得我可以，但是他是15公里左右。就已经在后面差不多7、8米了，就我看不到你了。就后面降速了，因为我爬完13公里那个中山桥那边，我的心率就有点冲得高了，就觉得好像如果真的这样子拼下去，可能这场比赛可能跑不完，所以我就刻意的又再把速度降了一点，降了几公里，然后把心率调回来一点。那回归这个比赛来说，你认为一开始这几公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快了？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在这个温度跟湿度下，可能对我，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因为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我个人其实对于温度跟湿度的影响敏感度蛮大的。对，为什么我觉得我之前一直跟您提，我觉得在北京很好跑，我觉得在悉尼非常好跑。对，其实它相对的那个环境是很干燥的。对，我之前在北京跑过一次30公里，大概4分05的30公里，我中间只喝了1瓶运动饮料，我就觉得就能随便轻轻松松跑下来。所以我觉得我对湿度的这个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一天其实湿度很高，因为要下雨不下雨的。对，气压又很低，因为也是因为就要下雨不下雨的这个状况。对，所以。那天我们起步的差不多3分38到3分42，对，差不多就3分40上下的那个配速起步的，对，但那时候我就没管了，因为想说反正就是为了去冲 PB 的这个比赛，那我就不管心率怎么样，反正我也没试过这么高心率，去顶一场全程的马拉松。没有试过全程都顶到那么高心率，我基本上平时可能会抓在173、170到170左右的心率去跑，这个很正常。对，其实是我平时可能跑全马的这个心率，所以那一天就想说前面180、179，对呀，有点太高了。我们跑过西门町的时候，他跟我说我180。对，给我吓坏了。我当时看我的手表，我才169。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怀疑我是不是那个心率带或者是手表出问题了。我还以为你怀疑是不是食物中毒了呢。对，我们是不是怀疑出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体感上喘是喘的，但是没有到那么可怕的心率。因为178、180几已经是我间歇到了，对，很极限的那个不可能坚持到终点了。对，是，所以我就想说，就先不管它。因为感觉好像没这么夸张，我就先跑着吧。那如果再有一个选择，再来一次的话，还是会这样。前面也不会再跑慢，不会再跑慢。对，因为目标在那。对，目标在那。对。那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比如说，那天的目标可能稍微降一点，降成变成不是240，可能降成是242，也许就到了。对，也许可能我前面就不会是跑3分41、3分42的这个配速了。我可能就是跑3分50左右的，那如果是这样，然后后面再慢慢加，那有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了。对，所以小伙伴们，这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总会有过这种过后的想法，但是在赛场上，就或者这么说吧，在赛场上能拼的人，成绩都不会差。就一场比赛的成绩，其实真心的不重要，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其实很重要。就像这次我特别感谢他，也感谢没赶上车的他不是没赶上车，是那个早上起来的车的间隔太久了。
在没看见的家属，而且还要特别感谢跟着我后边那几位有2位在终点的时候都在我前面一点点，要是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高速的跑完半马。我要没有高速高速跑完半马以后，其实当时的心态就是还有20公里就跑呗，就别减了。对，而且这个心态很微妙。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全马，你会怎么去分这42公里的距离？这个是您教我的，14、3个14。对，但这一次的14就特别煎熬，因为前14就太煎熬了，很少在14就掉。对，很少在14就掉。上次在悉尼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感觉，就是怎么就14了？对，怎么就现在这个速度我不敢再往上加了，就是状态很好，反而是不敢往上加速的那个，就是害怕我没跑过这么快的速度，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但这次是我为了保持住这个速度，可能要用尽很多的力气去维持这个速度，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跟状态。对，那所以说，天气和身体状态这两者，你觉得各占影响的比例各有多少？我觉得身体可能30%，天气我觉得可能是70%。对，今年确实是比去年的台北马要热很多，对，去年我们去起点的时候，我还穿厚羽绒服呢，今年可以穿短袖去，都不用穿个雨衣，对，都不用穿雨衣，所以确实差距大。你看20摄氏度啊，20摄氏度，而且是这种就是，这算热带吗？台北算亚热带，气候，对，而且那天是那种一直是要下雨没下，或者下几滴又停的那个状态。对，但是好消息就是万幸是阴天，对，但是风特别大，而且每个方向感觉都在逆风，对，是不是？它风是从4面8方吹过来。对，那说说我们的装备，那天穿的什么鞋？那天穿的是亚瑟士的 Meta Speed Tokyo 的 Sky。Tokyo 的 Sky，对，他跟我讲说那双鞋可以让他的步频变慢。然后有蹬地的力量，然后我那天穿的是李宁的飞电6E。哎呀，这个厉害了！今天早晨我们2个人换了鞋，跑了19公里。坦率的讲，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说谁好，说谁不好，但是我认为 Meta Speed Tokyo 这双鞋，进步不明显。我觉得它是要比 Paris 稍微好一些。我没穿过 Paris 啊。Meta Speed Tokyo 这双鞋，我觉得还是我的对上一代的评价，我觉得清脆有余，力量不足。那我其实觉得这双鞋，就我对小麦的了解，我觉得他可能在选择上，就至少这双鞋不是非常适合他。我觉得对于，就他其实步幅比我大，他力量比我好。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像阿迪的 Pro 4、Nike 的 Alpha Fly， 或者是闭麦的惊叹3，或者是像李宁的6E 这种，就这种类型的比较有劲儿的这种鞋。其实当时我在选这双的时候，也是试了闭麦的惊叹3，和那个这一双 Sky。那当时其实我的那个频道里面也说简单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的体感上或者说是看数据吧，因为我也是算是专门做科研的嘛，就常常去看数据，然后数据上看起来其实。如果是同样的配速，都是可能3分40上下的配速的话，惊叹3的步频会更快，步幅会更短，那这一双的话，就是一样是可能跑30公里的这样子一个强度的长距离，然后它的步频会慢4到5步，每分钟，然后步幅的话会大很多，所以当时我选择它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单纯的数据，那体感上哪一个更累呢？坦白说是 Sky 更累，对 Sky， 因为它我每一步都要蹬得更大力一点。对，这其实就是个我认为是对普通人的一个你不能说是完全说是问题，但是是一个可能想的跟实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普通人觉得说肯定是步幅越大越好，确实是步幅越大越好，但是你有一个平衡的点，就是你的肌肉的耐力和你的心肺的耐力的一个平衡的点。就是有时候步幅越大，可能体力消耗也越大，这是我的观点。那天的10公里前10公里前几公里，我一直在他后面。咱们的节目要上线的节目，或者已经上线的节目会拍到，他的步幅特别大，但是你当时给我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每一步都很用力。对，每一步都很用力。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咱们刚刚面临一个小上坡和顶峰的时候，我跟你讲的是，我说不要把最后5%的力用上，对吧？我当时感觉你每一步都很尽力，
就是有时候鞋是会给我们带来，因为有时候可能鞋它是那个，可能是倾斜的角度啊、坡差呀，或者说一些设计的理念，迫使你可能就像我们刚穿上碳板鞋的时候不会走路了一样，对吧？今天我们还打了一双鞋，这是它的哦，这个是 Meta Speed Ray Tokyo， 我这双鞋好轻啊，125克，125克，而且那是42码的，我这是41.5吧，41.5，对，那应该更轻，对，更轻啊。谈谈这双鞋的感受吗？还有就是为什么没有选它上赛场？因为我也是在比赛前试了这一双，然后也试了 Sky，然后这双的话，我是觉得它给我的步频增幅太快了。我也完全一样是跑同样的配速，我降不下我的步频，一直在190以上。那我会觉得很快就累。所以其实当时我在选这双鞋的时候，到15公里左右，我就觉得好像腿都有点开始要硬了，可能还没有办法适应这双鞋的这个感觉。对，所以我就先没选它。因为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底很软，底很软，对，很软很软。就是指的是这样，对，踩下去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软，而且它确实是，对它的就是回弹是非常有力的，那就是觉得好像小腿的那个肌肉的力量没有办法维持全马的那个时间，我是有点害怕，然后又因为它很贵嘛，然后它又可能不太磨，对，所以我又不敢穿它很久的距离。对啊，这已经磨了哦，对，那才差20公里，对。而且它是3/4碳板哦，它碳板不是到后面的，不是到后面，到中间，就是给精英设计的。对，但是这双鞋我觉得很有劲儿。我的 Paris 那双，就我这样撅就已经对折了。同样的量就已经对折了。对，博哥等下可以试试看。好啊，然后也告诉我一下脚感如何。可以。对，所以没有选这双的原因，它不是因为它鞋子有问题，是我担心我小腿的力量，然后以及这么快的一个速度，我没有办法维持到半马，维持到全马。今天试了6.1以后有什么感觉？我应该真的会去买一双6.1试一试，好好试一试，因为它的那个回弹的感觉是比金碳3感觉还要更扎实。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更深厚。当时为什么会没有选金碳3，去选其他鞋子，或者说去试其他鞋子，就是因为当我跑配速跑到3分30以内的时候，我就感觉可能它那个温度对泡棉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会觉得好像那个泡棉的回弹都快被我踩到底了。所以这也是我之前在自己的节目里面也分享过。对，所以我当时又去试了 Sky，然后又试了这双 Ray。那 Ray 的话是完全踩不到底。但是呢，我会觉得小腿的压力会很大，很快小腿就会觉得酸了。那个的话，我又会怕没办法跑全马。对，确实天气会对鞋底有影响。你看我去年的台北马穿的 Pro 4，今年的北京马拉松穿的 Pro 4，就感觉虽然还是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软，但是在北京那场比赛的时候 Pro 4就挺有劲儿的。对，去年的台北马大概14、15度，对，就感觉上坡已经踩瘪了，这鞋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对，但是6.1这双鞋给我的感受是鞋底比较厚，对，就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踩软的那个感觉但是6.1这双鞋也有缺点，就是还是不够激进。对，还是不够激进，我觉得还是偏保守。是吧？我觉得它滚动感已经很强了，比易迈的滚动感强好多。对，因为它那前脚掌那个地方，对，脚趾那边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泡棉。那小麦下一场比赛是哪？下一场其实就是1月11号的台南冰点马拉松。冰点马拉松为什么叫冰点马拉松？它是冠名的冰点是一个冷气，这边空调冷气的一个品牌的名称。冠军的奖品是一台空调，对，然后再加5万台币。5万台币，可以。那个都黑人拿了，但是黑人把空调搬不走吗？折现，黑人搬不走，应该是要折现。对。OK， 然后之后要去跑东京马拉松。是，哪一场破240？每一场我都想破。可以。就是还是会根据体感跟状况去跑吧。对，因为训练的状态跟实际上的情况在这儿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一场比赛的情况，然后去否定自己。对，肯定不要。就是因为训练都在这儿了，对呀，就感觉也在那儿了。就是可能温度可能干嘛无所谓了，就是已经过去了嘛。那我们就下一场比赛可能前半程不要这么拼，不要就稍微保守一点。那因为像这一次台北马，我看完赛或是破 PB 的选手们，其实都是前半程相对保守一些，然后到后半程到河滨到30公里以后，然后再加出去5秒到10秒的配速，再冲到底，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跑的。
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一块当时策略失误了。对的，那现在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你觉得未来的就是你的薄弱点，或者未来想在哪儿再发力呢？在训练上？那一定是我的那个速度能力。速度能力，对，就是我其实平时像刚刚说到，我周三会跑我的强度课，那我的强度课的话是2公里的长间歇嘛，那个配速也就是跑3分30，最好的一次也可能就是跑到了3分26，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配速。但是如果我想要跑3分40几的这样子的一个马拉松配速的话，以长距离或者说是以短间歇的这样子一个方式的对应的配速的话，太慢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我的就是短距离或者说是绝对速度再往上提。对，现在我觉得会是对我最有效益的。那我也觉得其实对于大众跑者而言，差不多要进入到短距离的训练也是差不多是这个速度接近。对，我觉得可能才需要去做很短距离的速度能力的。是的。其实我个人不成熟的观点也是这样。我觉得以前我也不这么觉得，以前我觉得马拉松不需要跑那么快。但是现在我发现，你越快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我感觉他每一步都在使劲。但是你看，比方说会长，你让他跑3分半的配速，你感觉他在慢跑。对，是这样的，就是绝对速度能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现在受益于，就是因为绝对速度变快了，跟前2年比，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说，你说我就顶一场，我这是背靠背的第2场也能顶下来，就不是那么的有压力。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对。而且王先生对运动的营养恢复特别的有研究，对不对？应该算是有研究，就是工作是相关的，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平常训练如果强度比较大，建议吃点什么或者喝点什么。咱们不谈品牌，就说或者说饮食也可以。成分吧，对。那第一个其实。我先不说可能保健相关的那些内容哈。第一个其实饮食的话，第一个那种比较容易引起发炎的食品，真的要尽量少吃，因为其实马拉松的训练就已经是让我们身体在发炎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比如说是油炸的呀，或者说是甚至是辛辣的呀，另外一个就是酒其实它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炎症。那在我其实平时的训练周期里面，像这一些我是能不碰就尽量不碰。那当然有一些应酬啊等等没办法，那就还是。开心的时候还是会去处理一下，对，但是尽量的就是让身体能够发炎的这些东西，普通食物就尽量不碰，这是平时的一个大原则。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可能训练后的一些补给，像是我周3的强度课，然后以及周日的大强度，那个就是之前没讲到是渐加速的强度，而且是那个强度会是加到我马拉松配速，甚至比马拉松配速更快5秒到10秒的配速跑可能要总共的总距离大概是28公里左右，但是真正那个有强度的距离可能要到15公里左右。15公里哦。对，15公里，所以基本上就13到15公里，我就会加到我的马拉松配速，然后后面就不停的往上加，加到后面其实就像是个预制跑一样。那一次跑完之后，其实腿是受伤或者是损伤，其实蛮严重的身体的损伤都是蛮严重的。那个时候一定会是吃快速的去补充像维他命 C。也是抗发炎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其实 Q 生病对不对？对，然后因为它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自由基就太多了，所以它就是要靠像维他命 C 或像 Q10 这样子的东西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些自由基去打掉，抗氧化。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我们肌肉已经有损伤了，所以像训练完当下半个小时内，我就会去喝像是运动饮料搭配对应的乳清蛋白。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乳清蛋白，特别是水解了的乳清蛋白，是很快的可以帮助我们肌肉做恢复的。那运动饮料里面又有足够的电解质，然后以及有足够的碳水，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肉去做恢复的。那这2块其实都是很快速可以帮我们恢复的，特别对。然后那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常常没提到的，就是胶原蛋白。因为其实我们身体组织里面有非常多的结缔组织，那这些结缔组织很大一部分的成分的来源其实就是胶原蛋白。那另外一个，比如像我们的骨骼也是一样，一大部分成分其实都是胶原蛋白。那如果是训练或比赛之后，其实像这一块也是会有很大的流失的。那我们要靠这样的一个和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补充，才可以帮助我们对应的组织去恢复。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今天请小麦来咱们这儿节目里来分享这个经验，我还有一个考虑是，其实我们2个是完全
就是很不一样的，就从现在看是很不一样的状态。我是靠跑的时间长，他是靠开始练的比较狠。因为你看我跑步第1年的时候，刚刚能完成一场马拉松，4小时29。跑步第2年的时候刚刚破3小时59。跑步第3年的时候3小时45。跑步第4年的时候，跑步第3年的时候3小时54。第4年3小时45。第5年的时候我才跑到3小时02，就是那第5年是一个变化。但是对他来说上来就能这样，说明他进步快和能扛住这个训练量。当然有这个身体条件的原因，可能每个人没有发现自己的这长处，或者刚刚发现。但是这些东西他在做，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然后，而且我除了油炸食品以外，其实我每天都在吃各种能让身体发这真心话，包括，而且不瞒大家讲，就我除了我的目标赛事以外，就赛前当天我该怎么吃怎么吃。咱别把前一天晚上，我跟家属还喝了一杯。这真心话，包括就是这些，我其实就我不在乎这个，是因为我跑的时间长，所以有时候我会给大家输出一些观点，也不一定是很对或者很客观，因为每个人不一定都像我一样跑了10年、11年，很多人可能就是2、3年、3、4年。那在这个基础上，你想努力去提高，想拼一把的时候，多去看小麦慢慢跑。哎，谢谢博哥。小麦慢慢跑，那个在字幕上，对他分享的经验可能更适合刚开始跑步1、2年、2、3年的小伙伴想拼一把的状态。而我这种就是混了10来年，混成这样。也不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时间的人比较有幸的，也是因为是有博哥这样子的一些频道，或者说是这样子每天的介绍。像我的成绩成长，其实也是从8月认识您之后才开始成长的。不要商业互吹。是真的，您可以看我的训练记录，大家也可以去，因为我都我能感受到，对，都是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之前我都觉得跑300公里是个什么样可怕的境界呀！我怎么可能跑300公里？我甚至有时候在问周围的跑友说：“哎，你跑多少？”他说300。我说：“哇，这是多可怕的一个数字，我怎么跑都跑不到。”对，现在你能跑2个300，对，而且还是觉得轻轻松松的。这并不是说跑得越多越好，对，只是跟大家分享。每个人，有的人有韧性，有的人有爆发力，有的人有毅力，有的人能忍受疼痛，有的人是就像刚才说运动员能吃能睡不长肉还能练，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大多数都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积累和别人没有看到的努力造成的。大家要去试一下，对，他不跟大家分享，不穿鞋站在那儿角落头，你们会认为他好有天赋啊，一个月跑5、600都没事儿。但是谁有没有事儿，谁心里知道，这就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努力，这就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努力。像专业运动员那种，就身体条件特别好，跟个炮弹似的就出去了，那个是他自己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积累。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东非的人，或者说高原的人，从小出生在一个2000米左右的海拔上，那就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积累啊。他如果像现在科技发达了，通讯发达了，大家都知道外面什么样。如果他还是以前那种闭塞的年代，他不知道外面什么样，有一天，突然他下山了，一看，你们原来都这么弱呀！我一跑超过你们半个马拉松，那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积累。所以所有的成绩、天赋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来，我们咖啡。谢谢博哥。我们中午就高盐正饮食了，中午吃了麻辣锅和有时候开心很重要，和啤酒，还有炸物就是油条，对不对？对。好吧，特别感谢小麦慢慢跑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借着这场比赛吧，分享这么多经验和所谓的教训，还有进步的方向。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可能您是佛系跑者，或者说您是想拼一拼的跑者，想拼一拼的看他，想看看吃喝玩乐的呢，可以多看看我。反正每个人不管怎么去走这条路，有10年都是精英。有的人着急，有的人不着急，没关系的，真心话，好不好？那这么着，最后我们还是一起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谢谢博哥。